谢中尉丹，谢开上有丹。主任，这2具尸体该怎么办？是。你是想要伪装出他们2个人偷了东西逃走，然后分赃不均、自相残杀的样子？程大夫被杀的公文一到聂台衙门，下捕头栽赃猴腰的把戏就穿帮了。据说，聂台大人震怒，有本事打枪啊！姓夏的，你还别以为我们是以多欺少，实在是你姓夏的报应来了。你当初打大伙那些板子，现下大伙要还给你。识相点，痛痛快快把裤子脱了，趴下！这聂台大人也真够绝的啊！直接把老夏贬成寻常捕快了，还发到咱们这儿来当差了。这么高不行啊？什么不行？各位兄弟，听我说一句，成不成？要说谁最恨这姓夏的，那肯定是我曲三更了。我就盼着大伙能一棍一棍把他打死在衙门。各位兄弟，干脆今天咱们就在这衙门里要了他的狗命吧！大家说好是不好啊？三更有话就直说吧。金二哥，今天大家要是想打死他，无论天大干系，我曲三更都要打这第一棍。只是呢，我觉着咱们为了这条贱命吃官司丢差事，有点不值得。我们就是想出出气，怎么就能打死他了？这一拥而上乱quân旗下，他还活得了吗？不过，大伙若是不想结果他，只想出出气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欠大家多少板子，想来每个人心里都是有数的。咱们挨个记下来，再排好顺序，隔三差五打一回，就以不打死为准。这样，
3、5个月也好，1年半载也罢，他屁股稀烂，整日沾着裤子，却沾不得影子。他生不如死，咱们却不担干系。各位兄弟看，这个办法可还使得？好，三公兄弟这个主意我赞成。各位兄弟，以为如何啊？非常好，下面要是兄弟们都赞成，我金二就当个书记。各位兄弟，跟我到班房报个数吧。走，走。能懂吗？来，吕三，这顿酒是哥哥跟你的绝交酒。喝了这顿酒，咱们就一刀两断，省得你再跟着哥哥吃瓜老。咱们一起来的，就得一起走。你对我有恩，庞的就不说了。搅扰二位了。一晚上你都等不了吗？我等了很久了。夏捕头，有个东西用完了，你该还我了。曲三更，你是故意的。你知道凶手会回来，故意引我拿了个腰牌，栽赃给那侯耀，让我栽了个大跟头。金二哥把你该挨的板子数算出来了，4舍5入750板，你怕不怕？我担一半。夏捕头，你怕不怕？怕。之前你打大火板子，无非是想让人人都怕你。现在，大火打回来，你又害怕了。可是夏捕头，咱们捕快，不该是让自己人害怕的。捕快，本应该是让歹人害怕的。我可以让你不挨着750板子，一个板子换1两银子，把你欠的板子抵成银子还给大家。夏捕头，750两银子，你拿得出来吗？就算我砸棺卖铁，也得能拿得出来呀。他们会同意吗？你也是当差的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同意呢？不打扰二位了，我先告辞了。等一下，曲三更，我真的不知道是该恨你，还是该谢你。曲三更，能捕头的那些手段，你倒是学会了十足啊！啊，宋典史还在操劳呢。没你操劳。夏捕头，不敢，我现在就是个捕快。委屈你了。
在衙门里混口饭吃，总是要学会能屈能伸。你们俩以后不用再去值那些寻常的差了，直接跟着我吧。多谢宋殿试提携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吩咐。我们兄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行。哎，玉三儿，我听说你在盯梢和暗访上颇有些手段啊。小人是江湖出身，这些鸡鸣狗盗之事最是拿手。那就好。这样，你去帮我盯个人。凤秀才，别动，我找到了。找到什么？凶手的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凶手杀人的线索就在这几句里头。这几句话里还有其他线索。这凶手每次杀人都大费周章，留有文言，说明他是一个极其自作聪明之人。有点道理。我当时就觉得他一定会在这几句里留有谜语。谜语？这一句出自第4章，这一句出自第11章，这一句出自第9章，这一句出自第6章。你们能明白什么道道了吗？再想想啊，杜姐，你就直说吧。 4加11等于15，9加6也等于15啊。哦，对，得15又怎样啊？第15篇是卫灵公篇，我本以为是第1句。卫灵公篇第1句讲的是卫灵公问政于孔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没意思，所以跟这句无关。可是跟卫灵公有关呀。魏国的国都在濮阳，濮阳在现如今的河南，河南呀。所以呢？所以凶手是在告诉我们，他是河南的。侍从，小狗，留意一下街上操着河南口音的人便是了。风秀才，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大好？你们是觉得我在说梦话是吗？捕鸡，破案的线索可不是这么找的。现在线索都断了，你告诉我，破案的线索应该怎么找三位哥哥来得早啊！桂儿师妹，你叫我们在这里碰头是有什么事啊？凤哥哥是不是说中了？程大夫一死，线索就一下全都断了。现在能肯定的，就只是那几个人的死都和20年前的陆家有关。陆家大火，不仅烧尽了陆家满门，就连那些财产的归属和几个幸存者的下落也不见了。想必是我爹动了手脚。那么，如果除了已经死了的程望，剩下3名幸存者还在杜县，他们只是隐姓埋名、改头换面了呢？一个书童，一个护院，一个厨子，在这个县城里少不了熟人，应该不好躲藏。兴许可以藏得住。换身份啊！以前的厨子变成了现在的马夫，不见以前的老熟人便是了。还有啊，书童现在不也已经长成了大人模样了吗？不管他们是走是留，他们肯定有人留下了什么线索。这大活人不可能像烟一样
凭空就消失了的。桂儿师妹，你想干什么呀？我想散散财。又跑了。这钓鱼真费劲，有劲儿没处使。主要是我们在明处，鱼在暗处。不对，咱们和鱼都在暗处，只有鱼儿在明处。回去了，不钓了，不钓了，你也去跑一跑，准备一下鱼饵。悬赏寻人。对，能告知幸存者下落的，核实无误给500两；其他有用的消息，无论大小，给1贯钱。由头是什么？就说是他们家人来访查。可这都隔了20年了，谁还能信啊？我看行。先别管这消息是真是假，这事儿肯定能让杜县满城风雨。就像是钓鱼的时候打窝子，得先让这鱼塘里的鱼动起来，拿着钱一引，没准那些陈年旧事就全都浮上水面了。我们找不到线索，就让线索来找我们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可以试试，而且最开始的几个引子，我这也有现成的。地点就定五里寨，我现在就写几十张告示，张贴出去。我也要来。不可！我就知道你们会这么说，就因为我是姑娘，所以不能抛头露面是吧？我自有办法。如何？这样一来，任谁也看不出来我是个姑娘了吧？只要不是个瞎子，应该都能看得出来你是个姑娘。就算是个瞎子，听声音也能知道你是个姑娘。我不管，我花钱我就必须要在这儿。桂儿师妹，我倒是有个办法。你先来。您认识20年前陆家大火的幸存者吗？认识个仆人叫陈旺。然后呢？赌钱发了财，买了一处房，然后又输了，背了一身债，然后跳了河。您说话一向是这么言简意赅吗？那个官差小哥吩咐我，说我只有长话短说才会给钱。但说无妨。要是陈旺这人呢，虽然说命不压财，但是呢，毒品还是不错的。我们俩就是在保安上认识的。实不相瞒啊，我年轻的时候也好玩两把。这耍钱憋宝啊，一靠的是机灵，二靠的就是运气。我年轻时候那机灵啊，就是运气差点。运气好的时候你就可以多压，运气不好的时候你就少压或者不压嘛。尤其注意要压固定啊，要压固定，你逆着大伙压，你才能够把运气转过来。行了，给钱。等一下啊。好。哎呦，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，谢谢。
你在这儿干什么呀？给人算卦呀。是给人算卦，也得有人啊。是，现在是没人。不过呢，人马上就来了啊！洪秀才，你怎么了？什么怎么了？排队的人都排到门口了，我得赶紧写号，不能让他们乱。这位官人，给娘子买一个呗。这个多少钱？300文。好，可好看了，买一个呗。哎呦，张管家，你们牛老板呢？您的太齐了。当真？当真。我自己寻的。张管家慢走。麒麟楼外送。哎呦，我的爹，你可来了！我们里面周妈妈已经跳脚骂半天了，已然把你们麒麟楼祖宗上上下下都伺候一个遍了，就差那俩麒麟了，赶紧的吧！哎呦，怎么现在才来呀？这做这2个菜，比你娘生你和你兄弟还难啊！这俩菜都费功夫。费功夫你们还慢？这开饭馆子，大厨就是应该手脚麻利。回去跟你们牛老板说啊，那些个客官啊，这要吃要喝的时候，那可是片刻都等不了的。是。今儿客官也是，那吃个花酒嘛，还非得要什么柳蒸糟石鱼和八宝脱骨鸭，偏偏这2道菜吧，还就是你们麒麟楼。哎呦，这不是牛不厌牛老板吗？您怎么亲自来了？哎呦，刚才那些话您可别往心里去啊！你说您这头一回来我们翠华楼，哎呀，口不择言，口不择言。不打紧的，周妈妈。您这么大的老板，怎么还自己送外送啊？还穿成这样？我们那儿太忙了，人手不够。哦，我明白了。早听说你们家那位家教极严，所以你一直不敢来我们这种地方。您这次来，这是微服私访啊？哎呦，你这个脑子动的呀！周妈妈，您误会了，我是来找林妈妈的。啊，牛老板，你是头回来就要找我们老板娘啊？爹，爹，正是为父，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在这儿盘查线索，您来添什么乱啊？什么叫我添乱呢？我也是给他们送线索来了。那您直接告诉我不就行了吗？那我凭什么白白的告诉你啊？哦，他们能领钱，我为什么不可以呀？再说了，我这线索那可是货真价实的。爹，您这样我没法做人了。咱可先说好了啊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人家给赏钱，我领我的赏钱。你没有面子，那是你的事情。你爹，我这叫大义灭亲。石东哥哥，你就先让高大伯进去吧。你看，好不容易排到他了呢。哎，对，这位小兄弟说对，你这才叫明事理嘛。明事理啊！爹，您要进去，我现在就回去告诉你啊，每次张二婶来你这儿买肉，你都饶他1两2两。就站住！啊，你个小王八蛋！你别以为你大了，你爹我不敢揍你，你看我敢不敢？你滚！下一位。前你进不进去？我进去，我这是这就是我的。刚去外面查看，正好撞见我爹。
这非要来，我拦不住。高伯父，想说什么您但说无妨。我原是要直说的。我老高是个屠户，所以认识陆家的厨子尤二。他呢，经常到我的案子上买肉。这尤二呢，懂肉，也不好糊弄。陆家也有钱，所以呢，我都把最好的肉留给他们。后来，陆家失了一把火，这尤二就不见了，所有人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他这。那我说的，你给记上。啊，直到6、7年之后，我啊去麒麟楼送肉，一个人过来查看我的肉，这伙计们都给他喊老板，这我才知道，他原来是麒麟楼的老板，叫牛不厌。我回家之后我才想起来，他就是当年的那个尤二。只不过原来啊，他是个胖子，现在啊瘦了些。他肯定也认出我来了。打那之后，这麒麟楼再也没订过我的肉。就是这个。这个麒麟楼是什么时候开的？这早就开了，只是陆家失火3、4年之后才改的名字，原来叫狮子楼。哦，狮子楼。秀才小哥啊，你说。我这点货值多少钱呢？爹，您就说了这么几句话，还没有证据，您别要钱了，赶紧回家吧。这还要什么证据啊？难道我会说谎不成？我可是高世聪他爹啊，我不会骗你们的。高伯父，您消气啊，我们自然是相信您的，只是这500两得证实之后才能给您。好。你来找我，就是为了那金玉满堂？对。就是为了咱们翠华楼的这道金玉满堂。现在是吃蟹的季节，总有些客人在我那麒麟楼点那个，我也就试着做了些。可是客人们总说，没有翠华楼做的好吃，所以我这才登门求教。这蟹黄腌得不好。有点腥气。就这一口腥气，我这翠华楼要卖1两银子。李妈妈说得好，什么味道啊，价钱呢，那都是此一时，彼一时啊。我就知道你，牛老板，你不是为了这一碗金玉满堂来的。李妈妈，要是没有20年前那场荣金岁玉的大火，哪来你我如今金玉满堂呢？那场大火与我有何干系啊？那时候若不是有客人叫条子，我连翠华楼的门都出不去。可是着火的那天晚上，陆家的二爷陆金信，可是在你翠华楼和你吃醉了酒，才回去的呀。陪客人吃酒是我的本分。冷捕头、王先生、程大夫，唯一能把这3个人连接到一块儿的，就是他们与陆家都有过瓜葛。那具骸骨多半是那投河自杀的陈旺的。想当年，在陆家，我和他还交情匪浅。你想说什么就直说吧。接下去是
是不是该轮到咱们了？不管该轮到谁，我都不是你应该先找的人。高伯伯，这2块钱你先拿着。哎，好。真给500两，我还不敢要呢。这2吊就是已经不少了。但愿我说的你们都能用得上。那我走了啊。哎呦，对不住，对不住了。高大叔，您也来了。三哥，你看真给钱呐！那就是高大叔您真有什么值钱的消息呢？哎，三哥，你跟世宗晚上到家里来，大叔请你吃酒。我先告辞了啊。曲三哥，这铜钱你一罐一罐的往外送，想必还真买到不少值钱的东西啊。如果我不过来看看啊，那还真是亏大了。我乃县衙的典史，今日为公事而来。要在屏风之后旁听，还请冷捕头的女眷暂且回避。我乃冷捕头的女儿，这悬赏寻人的赏钱不是衙门出的，是我出的，连这屏风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我为何要回避？宋典史若想要旁听，就请过来，一起坐吧。哎呦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来晚了。哎，宋典史，坐。刘儿弟弟，接着放号叫人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哦，我又想起点事儿来。什么事儿啊？你们找的仅仅是那3个人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呀，若这陆家大火，除了你们说那3个人，另外还有人幸存，我还知道他的下落。你们能给多少钱？还有人幸存？啊？谁呀？那你得先说能给多少钱呢？你得先证实确有此人啊。那我既如此说，就必定能证明了。那你能证明，你就把证据拿出来呀。哎呀，要取得这证据得费不少功夫。你得先说能给我多少钱？这样，若你真的能够证明确有此人的话，那就1000两。说话算话呀！啊，那你不能拿一些阿猫阿狗来糊弄我啊！还阿猫阿狗，到时候只怕会吓死你。告辞。嘿，当年那鹿寨被烧成了白地，尸体都被烧得无法辨认，只能靠身量和被烧死的地方来判断身份。陆二爷一家4口都完了。当年这个案子就是冷捕头结的案，他真的没有告诉过你些什么？估计他说的还没有你详细呢。虽说明知道不可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
我总觉得这个凶手，他也是姓陆的。他要杀光如今所有跟陆家有关的人。所以麒麟楼的老板牛不厌就是厨子尤二。对。就凭我爹那几句话？不止你爹，还有另外3个人，都是卖鱼、卖菜、卖肉的。之前都说觉得眼熟，但是不敢肯定。现在一有钱赚，就都一口咬定了。薛举人家的管家张继祖，说是以前陆家的护院，张贵。哦，有几个人认出来了？就一个铁匠。西门外官乡刘家集刘老五，说是对人没什么印象，但是这管家去找他制了一把刀，一把制式比较特殊的左手刀，这是图样。他越看这图样，越觉得似曾相识。你们猜怎么着？他翻箱倒柜，竟然找出了20年前一张一模一样的图样。原来在20年前，张贵就找他爹做过一把一样的刀，这2个图样都在这儿了。所以我认为啊，这铁匠说的话可信。刀这2个一模一样。如此说来，张贵、尤二都还在，只是那陆直不知下落。那陆直也有下落了。大户人家用管家，一般都不会随便找，一定都是知根知底，伺候多年用惯了的。如果薛举人的管家张继祖是张贵，那么薛举人多半就是陆直。我不管他要杀谁，我就是听天由命而已。你不是听天由命，你是心存侥幸。你知道什么是最可怕的吗？最可怕的不是外面有个杀人凶手想要杀你，而是你心存侥幸，觉得杀手或许会放过你。而我牛不厌就从来不会心存侥幸。我不是心存侥幸，怕死才会心存侥幸。我不怕死，有那么可怕吗？牛老板，牛老板，你这是？啊，我就是找个机会，快活快活。咱们之间就没必要这样了吧？谢天谢地，那一位要是还没有帮了我这条狗命就算保住了。别废话了，我走吧。你当真认不得我了吗？麒麟楼的老板被张管家带到薛举人的宅子，是。
半夜才出来。吕三儿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不用再去盯那张机组了，改盯麒麟楼的老板牛不厌。来人呐！老爷，来人呐！来人呐！来人呐！老爷，来人！三哥，还好你来了。你们谁是麒麟楼老板牛不厌啊？正是在下。奉知县老爷官谕，请牛不厌老板回县衙问话。牛不厌，老爷，按你所说，你是去省城进货，你一个酒楼的老板怎么会亲自去进货啊？老爷，小人这次是去进一批干货。哎呀，这批货可是贵重啊，那是1两货1两金呐。小人实在是不放心手下那批粗手笨脚的伙计。不就是些吃的东西吗？那可不是寻常食材啊，俱都是些极为罕见的，什么茶碟大的干鲍，门帘大的鱼翅，腰杵大的海参，团扇大的熊掌，顶针大的瑶柱，那瞟人也是头一回见呐。这牛不厌出城之前，驾车在县城里兜了一圈，都逛遍了才行，好像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。那斩断马腿的是何人呢？这个小人不知，想必就是劫道行抢的匪人吧。你可看清他的相貌吗？这个，他戴了个斗笠，又是满脸大胡子，这长相实在看不清楚啊。这倒和那个石匠的口供对上了，果然是那凶手。我本以为他们3个幸存者是凶手，没想到牛不厌竟然也是凶手的目标。正因如此，牛不厌出城，那个凶手才会追上去。我猜那牛不厌本来的计划是扮作要离开杜县的样子，凶手自然是不会让他离开的。牛不厌是要用自己当诱饵，把凶手引出来。往那儿跑了。那车上的2位是谁呀？那是薛举人的管家和护院总管。薛举人家的管家和护院总管怎会与你同行啊？回老爷，这批货太贵重了，小人一家可包不下来，所以小人是和薛举人合伙买的。薛举人府上的张管家和柳总管，那是精细人，身上又有功夫，能保得路上周全。引出了凶手，藏在车上的张管家和柳总管就能趁机格杀凶手了。看来，猎物要开始反击了。那个凶手明知道是个圈套，也不能看着牛不厌跑掉，也不得不追上去。
这真算是个妙计。可惜啊，凶手早就看出是条妙计，连逃跑的办法都想好。那只佛朗机连火绳都没有，真是见所未见，闻所未闻。不用火绳的佛朗机。这个之前我倒是听说过。这在红毛鬼也是极其稀罕之物。据说当年王五峰也有2只，价钱必是极贵的。那个张管家和柳总管，那都是高手。2位是何人？为何随身带着利器？你自称官差，却有何凭证啊？2位跟我回衙门走一趟，就知道真假了。衙门，好啊。不要动手！哎呀，莫要动手啊！两边都不是歹人呢。误会，误会。那个牛不厌，他还不知道我是谁，就对我动手了。按照他的意思，不管你是谁，先杀了再说。这个人狠辣果断至极，之前一定杀过人。牛不厌，本县一早就收到一封匿名信，那信上说你牛不厌就是杀害冷捕头王先生和程大夫的凶手。冤枉！老爷，这是天大的冤枉啊！本县也没那么轻信，只是这信上说你会畏罪潜逃，本县才即刻派人去你家找你，说你一大早就驾车出门，这我才不由多信几分，这才同时派出4路捕快出4个城门追你。老爷，这信绝对是栽赃陷害，那定然是同行妒忌。没那么简单吧？同行嫉妒也不见得会做这种事，且这信来的方式实在是，我都受了一惊。就这潜入衙门图谋不轨，就够100板子。老爷，这信可绝技信不得呀！小人这麒麟楼虽说不上什么大买卖，可是在这杜县也是数1数2的酒楼啊。小人这有家有业的，为什么要杀人呢？这信不管是真是假，本县也不能当作没有看到过。这样吧，你交笔保银就回家去吧，该干嘛干嘛，只是不许再出城门了。难得那凶手竟然能想到利用衙门，县衙的这封信必然是凶手留的。他想先砍断马腿缓得一时，然后再用这封信把牛不厌困在杜县。这凶手2边跑，怕是来不及吧？凶手在县衙有内应。什么？光天化日之下，在后衙的柱子上插把刀。老爷，是一封信。信，必是内应所为。牛不厌，老爷，本县还有一事不明，你必须如实回答。小人绝不敢隐瞒。当真有茶碟大小的干鲍和窗帘大小的鱼翅？真有。等货到了，小人定然先着力烹制几个菜，送给老爷们尝尝。
宋典史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老爷问的详尽。在下原本以为，这鲍鱼和鱼翅的尺寸，在这里边最为可疑啊。尤二，你先住在我这里吧。我宅中有100多户院，尽可护你周全。别说100个了，哪怕有几个寸步不离的跟着我也就够了。凶手的目的，不仅是要杀人，还要随着他的心意摆布。有旁人在，他就不方便了。但经过这一回，凶手会更加小心谨慎了。我是在琢磨，那个便衣的差人，他为什么要跟踪我出城呢？看来他们搞的那个悬赏寻人，真的有用。衙门那里恐怕已经知道我们真正的身份。就算他们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呢？现在还不能怎样，只是20年前那件事之后，我们离开了杜县，3年之后才改名换姓的回来。这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那件事有太多的秘密，秘密可经不起议论。不过，每个秘密都有它的用处。尤二，你之前去见了林四娘，她说了什么吗？她说冷捕头什么都没告诉她。可是，你尤二啊！从不心存侥幸。故园与君折梅处，哎，世聪哥哥，看什么呢？这个东西像神符似的，一夜之间贴得到处都是。这是首诗吧？什么意思？我也不明白，不过我知道是谁贴的。谁？那个算命先生贴的。故园与君折梅处，人间犹闻蟋蟀赋。20年来音容改，更残潦倒无面目。老去元知少年好，地里云台仍开早。方是与我还魂花，见君已成转生草。铜头大将军，己酉年10月30。这是一首藏头诗。藏头诗？你把每一句的第一个字连起来读。故人二更，老地方见。它不仅是一首藏头诗，还放了很多暗语在里头。蟋蟀赋，铜头大将军，这应该是他和这位故人一起经历的旧事。他是在告诉这位故人，我认出你了。还有还魂花，转生草。他是在暗示这位故人，虽然别人都以为你死了，但是我知道你还活着。这个落款日期也是动了番心思的，他写的是10月30，今天是10月25，所以这个10月30日不是落款日期，是他们约定的日期。10月30，故人二更，老地方见。可这位故人会是谁呢？也许这位故人早就死了，是这算命先生想银两想疯了，所以自以为见到了这位故人。到时候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好啊，虽不知道他和故人的老地方在哪儿，但他摆挂摊的老地方我倒是知道，盯住了他。石头啊，这什么时候了？
快3更了，那个故人今晚是不会来了。马上就没什么故人。谁不会来了？哎，是我，没事。哎呦，吕三哥，你吓死我了！看我给俩带什么了，好红薯。我一直捂着呢。谢谢吕三哥，快吃。三哥，来，吃点东西，之后你们俩就回去吧，这我盯着呢，放心啊。好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儿，那些尸体都是一大早发现的，这凶手应该都是后半夜折腾的。所以呢，这凶手是真不怕冷啊。中间，刀刃的旁边，有些甜，有些黏，咬破了心弦，咽下了陈年。有人哭，有人眠，我属魂心。其声总有黄秋，指尖轻，远方古道，情醉翻唱，野火不尽，岁岁枯荣。炊烟，命运的上签，酒之前，还个愿。酒后的誓言，纸上的尘缘，风一吹就不见。我属魂心。起死牺牲。